么事了？出事？啊，只是在做梦了。唉。喂。我竟不是在做梦。你可认得我？不认得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呢，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，亏得天机，知道在10年后，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，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。我是你日后的夫君？怎么看你这般神情，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？你很好看。此话可当真？我虽见的女子不多，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。哎，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，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？我这里有一串珠子，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，便让他陪着你好吗？我这里有一个玉佩，送给你。这个送给我的？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。好，我也会日日带着它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。我一有空呢，就来看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啊？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，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。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罢了。都说我们白家最善及的是二嫂，我怎么觉得你更胜过她呀？四哥，我与你说你也不懂，这天上地下，就你最不懂女人。哎，少爷，你醒了啊？青丘。少爷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一个叫青丘的地方。青丘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，也没听到过。少爷，还是别找了，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。夫子也没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平生阅书万卷，从未见过青丘二字。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怕你爹打你啊？我爹他不管我了。是不是二哥想通了？他不再阻拦你们了？没有，只是我爹知道，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了。他来与不来，都已
经没有关系了。傻丫头，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。我怎么样都忘不掉。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，他欺负我也好，我就是忘不掉。可让姑姑忘了太子殿下，姑姑能做到吗？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。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，能忘掉吗？忘不掉。老凤凰，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？小殿下，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。那你们也要回避啊！女孩子在讲话，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？真是没礼貌！你终于醒了呀，凤九，怎么对姑姑的师傅如此无礼？啊，凤九请上神恕罪。方才，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。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有7万多年了，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，不对，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、震慑四海的样子，一时没有适应过来，还请上神原谅。无妨，正好你今天也来了，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。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，正好今日享用。那好啊，喝酒可以借酒消愁。愁更愁。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。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时，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。不错。我也记得，只可惜，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，就被爱慕师傅的瑶光上神捉去了，关在水牢里。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，真是难忘呢。哦，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。深闺混沌的人，就不要再议论了吧。是徒儿说错话了，自罚一杯。老凤凰，给我讲讲帝君的过去吧。哦，东华，他可是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。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？他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小九啊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，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。总之啊，我也蛮佩服你，千挑万选，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。不许你说他不好。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，还不如你的1/1000呢。酒量小才好，醉得快。不过哲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？为了这四海八荒。不错，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。小九，姑姑早。已经不早了，四哥他们都等你好久了。他们在等我。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天族和青丘都在筹办我跟夜华的婚事，你要接替我的位子，也该收一收心，早点回青丘了。姑姑，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。
青丘这一族，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，你不接谁接啊？姑姑也想让我放弃东华。姑姑没有这样说。姑姑要嫁给天族，是不能继任君位的，因为姑姑要嫁去天宫，就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可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给东华帝君，也是要嫁去天宫的，也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这一点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继任君位？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永远留在青丘，对吗？小九，你还是忘了他吧。可是姑姑，你昨晚明明说过，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，因为姑姑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要让我来做呢？小九，你听我说，你跟东华注定无缘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，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，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，让我再去试试，让帝君再喜欢上我。我不想做女君，做女君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。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还是不行。我只是跟他说，让他回青丘继任女帝，他就哭成这样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开窍太早，一个又开窍太晚。算了，交给我吧，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。你也跟二哥说，别逼得他太紧。放心，你四哥心里有数。你是他的姑姑，你心疼他；我也是他的四叔，何尝又不心疼他呢？折颜担心墨渊的身子，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又有客来朝拜。天茶，折颜，你不要闹了，我想睡一会儿，昨天都没有休息好。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。你来昆仑虚能有什么正事啊？墨渊他已经定下闭关的日子，就在7日后。我要为他炼些丹药，让他闭关时带进山洞里配着疗养。过些时日，你要帮我打打下手。师傅他要闭关，他回来都11日了，也该闭关了。毕竟靠夜华那些修为，只勉强让他苏醒。眼下他身子弱得很，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。我看你这些日子，不是在药房，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，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。今天若是没事，去看看你师父，怕他一闭关之后，你们又要许久见不到面了。师傅这次闭关要多久啊10天半个月有可能，10年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傅。啊，对了，师傅最喜欢桃花了，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，把师傅房中的桃花都换了。
师傅弹琴了，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了。是不是多听师傅弹琴，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？师傅，徒儿明日就去帮哲言给您炼丹药了。徒儿好几日都没办法来请安了，今日特地将师傅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。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，我已经嘱咐16师兄了，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。你今夜过来，为的只是这桩事。师傅，自打您回了昆仑虚以后，日日都在忙，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。而且我听哲言说，您之后又要闭关了，可能是10天半个月，也可能是数年，所以我就想来见见师傅。我可打扰您弹琴了？没有。记得刚来昆仑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懂事，知道师傅琴弹得好，日日都吵着师傅要听曲子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说起来，我都没有听过夜华给我弹琴。夜华对你可好？他待我的好，跟师傅待我的好不一样。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。那便好。下雪了。师傅是不是冷了？我把窗户关上吗？不必了。夜深了，是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都怪我，忘了师傅还要好好调养。时期先告退了。16师兄也真是的，说守着昆仑虚，也不打扫这酒窖。这些男人们，一个个都懒死了。没想到好吃懒做的17，过了7万年倒是转了性了。师傅你来了，你看这里打扫的干净吗？干净。师傅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为离境情伤，大闹了一场，师傅被逼得早早出了关，就在这里陪我大醉。师傅，当时可知道我是女儿身了？从你踏入昆仑虚大殿的那一刻，我便知道你是胡地白芷的妖女。那师傅为何还收我为徒啊？昆仑虚不是有规矩，不收女弟子吗？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肯定是为了折颜，对不对？师傅这么随性的人，肯定怕被那老凤凰缠上。
只是师傅肯定没想到，收我这个女弟子反而更麻烦。就连当年我飞升上仙的劫，都要师傅替我挡。说起飞升上仙，当年我就只顾着哭了，还没好好谢过师傅。哲言跟我说，你为了我剜心驱喜足足7万年，可是真的？师傅待17恩重如山，就算让17用命去换，17都不会说什么。区区心头血，能保师傅仙体至今，17以为十分值得。倘若当年为师没有以元神升级东皇钟，今日你是否还会留在昆仑虚？那是自然，17本就想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呢。长久留在昆仑虚，不怕师傅笑话，当时和黎静那一场闹剧，弄得我有些神伤。当时就想，以后就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吧，可以陪师傅逍遥自在，学学道法，多好啊！你一个女儿身，迟早是要嫁人的。就算你想要留，恐怕你爹娘也不会看的。当时还没有夜华，也没有想着长长久久地跟谁在一起。是，当时还没有夜华。17，你可知道为师这7万年来，日夜修补自己的元神，从未停歇过一刻，为的是什么？17知道，哲言说过，师傅从来不会让找紧的人失望的。师傅当年在弱水河畔跟弟子们说过，说师傅一定会回来，我们就知道师傅一定会回来的。师傅这些辛苦，都是为了我们。从未让找紧的人失望过。不错，我的确是为了自己找紧的人。17知道，师傅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。记得当时在大紫明宫，师傅救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，真好。师傅终于回来了。是，师傅回来了。17，大殿有位贵客寻你，你快来。贵客啊，师傅也来吧。师傅，一起去吧。好玩，真可爱！这个小手啊，挺好看的。贵客呢？师傅，娘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拜过娘亲的师傅，墨渊上神。阿姨叩见墨渊上神。起来吧。谢上神。阿姨此番本是代替父君，与东华帝君一道来拜见上神的。只是东华帝君出了一些小状况，剑法暂失，只能让阿姨独自来了。你的夫君是？九重天太子夜华。就是徒儿那个未婚的夫婿。阿离，
你的父君呢，是我师父的胞弟，父神的儿子。因为一场大战，元神便沉睡了，化作金莲，一直在这莲池中。后来因为机缘巧合，才成了太子夜华。父君是娘亲师傅的弟弟。那我该如何称呼墨渊上神？是大伯还是太师傅？娘亲，这辈分好像差了很多。不如等你爹回来问你爹。哦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还没成亲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17呀，你可真是让师兄我刮目相看呀！不错不错，17真是捷足先登，绝对是我们这里最早有子嗣的。是，哎，是啊，你看看大师兄，到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，哎，怎么好意思？哎，师傅不也没结婚，干嘛提我呀？别把我们家团子吓到。去玩吧。是啊，来，哎呦，小脸。算来夜华如今已该18岁了，不晓得夜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会是什么模样。这位小哥，啊，柳家公子可在？你找我们家大少爷？对，我找赵哥，他在吗？不在，他早就搬走了。这里不是刘府吗？他能搬去哪？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。他才18岁，就独自立府了？我们家大少爷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神童，12岁就入了太学。5年前，皇帝爷爷开恩科，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，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，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姑娘，你若是寻他，就要去尚书府了。夜华，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，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的。大人，为了今夜这枝桃花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大人近日咳嗽得越发厉害了，郎中都说了，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，不然会伤了身体的。我不是忧思，我是相思。6日不见，他当我的定情物白送了，果然给我惹了乱七八糟的情债。夜华，夜华，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夜华。多日未见上神，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？上神可是糊涂了，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，障得了凡人的眼，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呀。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，下了云头来寻，果真猜得不错。你又怎么会在此处？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，素锦担心君上寂寞，就特意
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。今日下来，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，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？我刚才没注意，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。你有心了。上神可知，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？上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？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？不过上神无需介怀，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，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，能让他得一个成全，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。待君上回归正身，依照君上的脾性，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，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。你这分明是告诉我，夜华他现在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了。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，想起你诓他这一段，怪罪于你吗？啊，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，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，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，将他带回府中。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，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。可见，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，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，也还是能留得印象，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倒是很有体会。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，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，自然是深有体会。对了，上神可知道，君上这300年来一直在用劫魄灯劫素素的气息？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。素锦，在这些小辈中，你最识大体了。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，你也真是用了心了。有他照顾夜华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他日夜华回归正身，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素锦谢过上神，那素锦先告退了。夜华，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，你全然没了印象。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，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？你不是在昆仑虚吗？怎么忽然来桃林了？四哥，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？我倒是听折颜提起过，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听说早早就去了，留下小天孙一个人。怎么，你没问过夜华？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人，我就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，所以没有问过他。这人都没了，你还计较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同一个死人置气很没意思。那你还哭丧着脸干嘛？
四哥，夜华最初同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说我便听着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？瞧上就是瞧上啊，情爱这个东西哪儿那么容易猜想啊？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，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？四哥说的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喜欢夜华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也没想着再问他这个问题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东海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就把我认作了团子的亲娘。四哥，你说如果夜华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那我跟一个替身有什么区别呢？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300年，这300年来，他一直都情深似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怎的一见到我，就移情别恋了？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面之缘，若论了解，你理应了解得更深一些。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的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？要不是今夜，我看到夜华与团子娘亲的人偶如此亲近，我是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爱夜华是因为我爱他这个人，但如果夜华爱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，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。他这种抬爱，我实在受不起。你还是活得太短了，有些事情深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夜华平时待你如何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与一个死掉的人计较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我不该活得这么糊涂。小五，哎，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？前一阵子不是顺风顺雨，又要嫁人，师傅又回来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？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唉，不知道，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，搞不懂。不懂就对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吧。先把药喝了，熬了3、4个时辰。又吃药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在昆仑虚下棋赢了你，故意往药里放了什么特别苦的东西吧？真真啊，真真，从懂事开始就总是喝药都是这样，老说我在里边放了特苦的东西。那特地跟昆仑虚弟子讨的，上好的桃花蜜。你把我当1岁娃娃哄啊？吃药配花蜜？好吃。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，这都睡了2日了。是啊，姑姑，姑姑，抬点酒进来。
你知道吗？几日前，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不认得。然后呢，过几日，他就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了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喝了忘川水，记不得姑姑也是应当的。记不得？那你可知道，他带回去那个女人，长得与团子的亲娘一般无二。素素，你也知道素素？我当初在天宫的时候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在天宫用劫魄灯造素素的骨血时，我以为姑姑心大，不会计较。不计较，那是因为我傻。我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却认得那个女的，我就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，不是我。我知道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深，又或者是因为我蒙上眼睛，长得像极了他那位先夫人，所以他才会爱上我。姑姑，不如等太子殿下回来，当面问一下可好？如若他一直把你当做替身，那我们就退了婚。凤九从未见姑姑如此伤心。四叔一直说，墨渊上神魂飞魄散时，姑姑都没了半条命。可是今日姑姑看起来更可怕，凤九心疼。不必再说了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姑姑，真的不让凤九陪着吗？说说话也好啊。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所以折腾自己罢了。那姑姑，为了青丘，你要保重身子。为了青丘，对，如果我退了婚，就只能回青丘了，做我的青丘女帝。你走吧。是。怎么那么刺眼啊？我就不信灭不掉你。我们
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。夜华，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。夜华，你相信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。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和你成亲。从此以后，我会是你的少爷。夜华，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我去还？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。苏苏，苏苏，夜华，我竟是苏苏，苏苏就是我。姑姑，你还要搬酒？姑姑，你怎么了？你走吧。哦。大人也真是中邪了，一定要找到什么青丘仙境。来说媒的都给推了，老夫人也气得病死了。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啊？我听个行走江湖的道士说，青丘啊，是出狐狸精的地方。咱们大人不会被狐狸精迷了心智吧？不得在背后议论大人。姑娘，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，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，可都被姑娘婉拒了。姑娘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大人是个痴情的人，他心里只有那个青丘的仙人，没有我。姑姑，洗把脸吧。风九，当初在九重天上，你是不是也经常化身成一只小狐狸，去一览芳华？没错。素素刚怀上孩子的时候，没有人陪她。只有你去陪他。素素刚被天君抓上天宫的时候，你还去吓唬过他，因为你觉得
他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。姑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，绝对没有第4个人知道。因为我就是团子的凡人娘亲，我就是素素。姑姑，你该不是喝多了在胡说吧？我知道你在怨恨太子殿下，忘不掉素素。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君，而素素是个凡人，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？素素是素素，姑姑是姑姑啊。这不过是我飞身上神立的一个结罢了。我跟夜华，这是我的情结。姑姑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你紧着身子些。这酒都喝了7、8日了，教中已无酒可搬了。若是再要讨酒喝，咪姑可真不敢给了呀。我的身子不打紧。姑姑方才说的都是醉话还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眼下我又想起一件大事来。姑姑，你这半醉半醒的，能想起什么事儿啊？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，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。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，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子里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。他养着我的眼睛，应该也不是很自在。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？姑姑，这是醉话。那素锦娘娘什么时候欠了你一双眼睛啊？你不清楚，我不与你说。小九，你说，我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？如若姑姑真的是素素，那当年在天宫受尽了委屈，这眼睛确实应该讨回来。我去就回，你们2个不要跟过来。姑姑若真的是素素的话，那就太惨了。什么太惨了？你不知道。当年素素在天宫里可是受尽了委屈和冷落，还有冤枉，总之就是一个惨字。若真这么惨，讨回眼睛是应该的呀。没错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姑姑再次吃亏。她要去9重天打架，怎么能少了我？姑姑，姑姑。青丘女君，岂是你们能拦的？小将参见姑姑。免礼。啊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都怪我平日在太成宫待着，都不知道出来让你们认认脸。快让开，我要进去。9重天岂是一般人能擅闯的？姑娘说太成宫3个字，想用东华帝君吓唬我们不成？快让开啊！我是青丘小帝姬白凤九。假如姑娘刚才就自爆，我们倒是还能信。可现在刚进去一个青丘女君，就跑来一个青丘帝姬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跟你们讲，如果未来天后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治你们的罪的。
上神，哎，上神，我在尿尿。上神驾到，素锦不胜惶恐。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，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。若说起君上来，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，也将他照看得很好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最好。夜华这厢有你照拂，我便也放心了。所以今日，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，你用了300年，用的可好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怎么？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，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你是素素？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。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，不会。凡人怎样，神仙又怎样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些，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。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！不要挖我的眼！很好，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，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？那日夜华剜我眼睛时，对我说：“欠人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”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？我们2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？我们2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
300年前的事，天君悄悄就给办了。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了。你欠我的事情一共是2件，一件是眼睛，还有一件是诛仙台。眼睛的债，今日我就当你是还了。至于诛仙台，不如你正儿八经的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，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。我绝不。不错嘛，终于勉强硬气了一回。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本上神亲自去跟天君说，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，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去找药王吧。白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奴婢见过上神。夜华，你可晓得，300年前的痛就像痛在昨日。什么大义，什么道理，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，我全部想过。我只记得宿在一览风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，一点点被磨尽的卑微的希望。夜华，你让我如何与你成亲？听说你将你四哥藏在酒窖里的酒都喝完了，你这次来该不会是问我讨酒喝吧？啊，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，真是奇事啊！你喝了我给你的药，竟然还能记起那很伤情的前尘过往，更是奇事。这眼睛从仙体上摘下来，不得超过7749日，否则就用不了了，对吧？我当初以为这双眼睛丢了便是丢了，没想到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，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。
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。这安是可以的，不过你且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，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。不急。小五，你还没告诉我究竟是何人拿了你这双眼镜？一段情节，不提也罢。苏苏，大人，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苏苏？大人从未提起过。因为初见你的时候，你穿着一身素衣。苏苏，我这一生都在当个人。奴婢知道，大人一直在等青丘的一位仙子。是啊，我11岁时，他来找我，说待我成年便要嫁与我。可惜他没来。都说神仙活得久，像是我这短短的一生，不过是他10几日的光景。看来我是等不到了。因终身未娶，从未辜负过那位仙子。他不会怪我失言吧？在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烧成灰，和这珠钏葬在一起。昆仑虚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夜华，沐月上人，夜华，或许你该改口叫我一声大哥。大哥，你是父神的儿子，我的同胞弟弟。
当年因为一些意外，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。父神身归混沌之日，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便将你带回昆仑虚，放在这个莲池之中，等你醒来。当年白浅在此学艺时，最喜欢照看的便是你这株金莲。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。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。我本是在闭关，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，毕竟我已经等了你10几万年了。